Hello， 同学们，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三星刚刚发布的 S22以及 S22 Plus 啊，这个名字22还有一点点绕口。今天视频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款手机都有哪些特点。首先，一个最大的区别自然就是这两款手机的屏幕大小。大家可以看到 S22 呢，明显是一个。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小手机，但是它是一个更加中型的、更趁手的手机。而 S22 Plus 或者 S22 加，则是一款更接近于我们理解的大屏手机。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谈一谈 S22这款手机，我上手就能感觉到非常的轻盈。手感非常的好。其实，在拍摄这支视频之前，因为我知道，三星的中国区先行者计划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本来已经笃定心思想买一款 S22 Plus， 但是当我上手拿到 S22之后，我动摇了。我左手边的是三星 S22， 右手边的是 iPhone 13 Pro。这次 S22的四面边框呢，也是几乎等宽。要比 iPhone 13 Pro 的边框要更窄一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巴。而且 S22这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，就是它采用了一个正反两面完全是平面的一个屏幕。我给大家看一下 ，S22的厚度呢是7.6毫米，这款手机应该算是继承了 S21系列它的一个风范，对吧？也是左上角这样一个设计，它的背面是完全平面的一个屏幕，大家能够看到吗？上手你就能感到完全平面，但是呢，它的侧边框是一个弧线的设计。我把镜头拉近，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它的侧面边框是一个弧线的。虽然说这一次 S22国行版本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黑色名字，叫做药业黑，但是如果我对比，这是 S21 Ultra 放在旁边，你会发现这两个黑色是完全相同的。在去年 S21 Ultra 的这个镜头模组，它是一整个连接到一起的，能够看到吗？一起的优点呢，就是一体性很强，但是缺点就是这个手机会增加它视觉上的一个厚度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？就觉得这个手机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厚啊，像一个砖头一样。但是在这一次 S22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能够看到吗？它的镜头模组和它的边框是进行区分开来的，中间有一条线。另外，这次这款手机在设计上的一个小改变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啊？就是它的这个玻璃后盖虽然是磨砂材质的，但是在它的边缘有一个非常亮的一圈，能够看到吗？它在这个位置还是磨砂材质，但是到这个边缘这个位置还是同一块磨砂玻璃背板，但是它采用了一个高光或者说抛光的这样的处理，使得这个位置的玻璃边缘呢呈现一个镜面材质。所以当我在旋转手机的时候，一旦遇到光线，这个手机的边缘就会呈现出很亮的这样一条线。这次这块屏幕呢，采用的是一个 OLED 三星120赫兹屏幕，但是注意，它不能在1到120赫兹之间无极的去调节，固定的几个档位之间进行切换。所以如果要追求极致的省电和极致顺滑同时表现的话，可能还是要看 S22 Ultra 那款手机，它的屏幕分辨率呢是一个1080p 级别的，但是 S22这款手机它的屏幕最高亮度呢是1300尼特，然后对比度呢是200万比1，而 S22 Plus 它的屏幕亮度最高峰值，就看 HDR 视频的时候，峰值亮度是1750尼特，然后对比度是300万比1。除了这个黑色版本呢，这次我还拿到了粉色版本，好家伙，这个粉色很嫩呐，同学们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粉色整体的设计呢，几乎是通体粉色，就包括它的镜头模组。镜头模组如果让我仔细观察的话，会有一点点玫瑰金的那种感觉。侧面边框也是粉色啊，是一种亮面金属的粉色。我现在右手边的拿的就是 S22 Plus。这款手机呢，它的屏幕无疑就更大一些，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啊，就是这款手机它的屏幕虽然变大了，但是分辨率依然是1080p 级别的。所以如果你要严格的追求这个细腻程度的话，那 S22的分辨率呢会比 S22 Plus 还要高一些。它是白色玻璃磨砂后盖的前提下，它的这个镜头模组采用了一个银色的设计，能够看到吗？从我自己目前上手的一个感觉啊，如果你对玩游戏看视频有非常高的需求，那么 S22 Plus 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当你采用银色的这个外边框的时候，会显得这个黑色边框有多窄。我还拿到了雾凇绿这款颜色，
哎呀，三星对于绿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厂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这一次雾凇绿的一个效果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颜色应该是跟潘通前一阵子发布的一个什么时尚流行色很接近。绿色这款我观察了一下，整体觉得要比前2年那个 S10的那个绿色要更深沉、更沉稳一些。后置镜头方面 ，S22和 Plus 这2款手机，它们的后置镜头配置是完全相同的，一个5000万像素的主镜头，一个为超广角，以及一枚3倍的光学变焦。在之前三星的中杯和大杯手机上呢，都是一个6400万像素的镜头，然后通过裁切、数码裁切来获得一个3倍数码变焦的这样一个效果。在这一次 S22和 S22加上，它们的3倍镜头都升级到了光学镜头，不管是它的超广角，还是它的主镜头，还是它的3倍光学变焦，都支持了夜景模式。我现在就拍一张啊，夜景模式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在有一定距离下拍摄的这个3倍光学变焦，能够看到吧？这二维码在那儿呢，能看见吗？在这儿。然后这个是刚才我用手机拍摄的，我现在同时使用 S21 Ultra 和 S22 Plus 来拍摄一个全黑的环境啊。我们关灯。全黑的环境中，我拍摄同样一个场景。预览画面中 ，S22加要更亮一些哦。整体上两者表现是差不多的。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细节哦，几乎是相同的。S22和 S22 Plus 它们的拍照几乎已经达到了和 S21 Ultra 相同的一个水准。这2款手机在其他硬件方面呢，它们都采用的是骁龙最新一代的骁龙8 Gen 1，也就是骁龙8。电池方面呢 ，S22配备的是一个3700毫安时电池，而 S22 Plus 配备的是一个4500毫安时，它支持45瓦的快充，它呢是支持25瓦的快充啊，所以说它的充电呢还是要更快一些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快速 S22以及 S22加深机的一个上手体验。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呢，我这次要更喜欢 S22。首先，它的大部分硬件、核心硬件上呢，和 S22 Plus 对于我的影响可能差距不大，然后它的核心手感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会在另一个视频里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S22 Ultra。